马航370消失8年，又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法国调查记者爆出惊人内幕：马航竟是遭军方击落，中美均遭怀疑谁才是事件的主导者。关于马航370事件真相到底如何？2014年3月8号，这是被无数人铭记的一天。在当天的0点41分，一架航班编号为马航370的波音777客机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起飞，目的地为中国北京。但是在40分钟后，飞机在越南胡志明管制区同管制部门失去联系，从此了无音讯。连同机上的227名乘客与12名机组成员，飞机为何突然失联，究竟去了哪里，至今都没有确切的答案。此事也被称为航空史上最离奇的空难事件，以至于8年后的今天，马航370事件依旧时常被人谈起。时间到了2022年，在这8年时间里，国际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新冠疫情、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及最近的俄乌冲突等。但关于马航370的各种阴谋论，却依然会被时不时提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为了纪念马航370失踪8周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以马航370最新调查离真相越来越近为题，做了一期特别节目。节目中采访了法国著名的调查记者陈斐。陈斐多年来参与了马航370事件的调查，并在去年以《马航不可能消失之谜》一书轰动业界。而在此次采访中，其本人更是爆出了惊人内幕。陈斐表示，马航370的失踪，官方的调查并不可信。官方声称马航370最终消失在印度洋，然而在飞机失踪的最初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搜索人员却没有找到任何与飞机有关的物品与碎片。而后续虽然一些所谓的飞机残骸漂流到岸边，但那也是失事之后16个月甚至2年后才发现的。另外，在这些飞机残骸中，最可信的是一块被认为是飞机机翼的残骸。该残骸在法属留尼旺岛附近找到，然而在公开的报告中却没有找到任何鉴定该残骸是马航370部分的技术分析。仅有法兰西共和国检察官认为这块机翼来自马航370航班，这不足以说明这些飞机残骸是真的来自马航370。如果说官方有意对马航370消失进行误导，甚至是撒谎，那只能说明马航370消失有着不能让世人得知的惊天内幕。陈斐表示，包括马来西亚政府在内都有意去隐藏了信息，因为这其中有着不可明说的因素，能做到悄无声息地让一架公开航班的客机消失，只有军事手段可能做到。而要在这个区域实现此目标，有这个能力的仅有中美两国，而一方有这样的动作，另一方也必然能探测到。为何中美两国都保持了沉默呢？陈斐补充道，在事件发生后，他观察了中美两国的反应，在他看来，美国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在赎罪，而中方则是处于强势，因此大概率直接责任方是美国。事件发生后，美国为了掩盖真相，私下与中国进行谈判，并最终提出让中国保持沉默的条件。根据他的说法，在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南海的立场突然变得温和起来，任由中国在当地修建军事设施。因此，马航370事件可能是中美南海博弈的转折点，甚至改变了整个南海格局。至于为何美国要通过军事行动让马航370航班消失，报道提到，在事后对马航370的运载货物审查时发现，有一批重量为2.5吨、标注不明的货物十分可疑。该货物由中方人员一路保驾运输，在机场未经扫描检测就直接被运上机舱。那么这批货物又是什么呢？在外网有种说法，这批货物实际上是阿富汗塔利班截获的美军高端军备，随后这批货物被转到马航370上卖给中国，最终逼得美军出手。当然，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毕竟无法解释阿富汗人为何要绕远将军备转移到马来西亚再送到中国。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类似的说法，则是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更广泛，说马航370上有一批中国最顶端的芯片专家，美国为了打击中国的芯片产业，策划了这次针对航班的斩首行动。不过这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因为马航370遇难者名单都是公开的，在其中并没有找到网上流传的那批芯片专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倒是有一点似乎让美军在此事上成为嫌疑人。当年的2月份与3月份，美军相继在泰国参加了2次空中军演，前者代号为天虎，后者代号为金色眼镜蛇，这些都是可以在公开资料上查到的。
当时美军出动了多架 F-15战斗机以及150名士兵参与军演。而在马航370事件后，美国却对东南亚的空中军演闭口不谈，似乎成为美军参与此事件的佐证。但是这位法国记者的话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按照他的说法，马航370事件后，美国为了让中国保持沉默，选择在南海问题上让步。实际上那段时间正好是美国在背后推动菲律宾炒作南海仲裁案的时候。马航370事件发生后，南海仲裁案并未消停，甚至是愈演愈烈。直到2016年，美军更是派遣了2支航母战斗群进入菲律宾，对中国进行军事威慑。中国也不甘示弱，中国海空军在南海展示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后，更是首次在电视中亮相航母杀手东风211D。最终明知打起来只会自己吃亏的美军，将航母战斗群全部撤走。而在此次之后，中国才打开南海的新局面。因此，中美南海博弈的转折点应该是16年南海危机，而不是14年马航370事件。回到马航370事件上来，其实这几年下来，关于马航370的各种阴谋论层出不穷，甚至一个比一个离奇。但是在有确凿证据面前，很难保证这些说法的正确性。要解开马航370的关键，还是要先去找到飞机残骸与黑匣子。那么这么多年过去后，马航370的残骸还有可能找到吗？2017年1月，随着澳大利亚宣布停止搜寻马航370的工作，官方对马航370的搜索算是告一段落。但官方停止搜寻，不代表就没人去找马航370了。在官方退场时，美国私营海底探测公司海洋无限宣布，与马来西亚政府达成协议，重启对马航370的搜索。海洋无限甚至宣称，他们立下挑战书，要是没找到残骸，不会收取马来西亚政府1分钱。就在几天前，海洋无限公司宣布，经过长期的准备，搜寻工作将于2023年或2024年正式展开。另外，去年的时候，英国工程师宣布，经过模拟演算，他们给出了马航370残骸具体位置。该位置在距离澳大利亚西海岸城市霍斯1993公里处的印度洋。此项发现也为搜寻马航370提供了助力。此项技术的革新也使得搜寻马航370的手段变得更多。就在不久前，美军还在南海3700多米的海底成功打捞上一架失事的 F-35C 战斗机。美国制造的海底探测器与中国制造的专业打捞船参与了此次打捞行动。当然，另一方面，搜寻消失的飞机依旧是与时间赛跑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飞机残骸具体位置随着洋流变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遇难者家属而言也是一种煎熬。因此，早日找到飞机，让真相公之于众，才是我们最需要进行的工作。